1000多年前，一个大才子被一个和尚用2个字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。这个大才子叫苏东坡，你可能听说过他。中国历史上才华横溢的人有很多，活得特别好玩的也不少。苏东坡算一个。他写诗词、画画、书法，还特别爱琢磨吃的。东坡肉就是他鼓捣出来的。听起来他日子过得挺美的，是吧？可你要是觉得他一辈子就是吃吃喝喝，开开心心，那就错了。其实他的人生过得非常不顺。他很有才华，想为老百姓做点事儿。可是他性格太直，心里藏不住话，在官场上总是得罪人。结果呢，皇帝一生气，把他一脚踢到偏远的地方去了。好不容易他刚适应了一个地方，又被赶到更偏远的地方去了。就这样，他的一生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。正因为经历了这么多风浪，他特别想追求一件事：内心的平静。苏东坡有一个好朋友叫佛印。佛印呢，是位高僧，修行很深，但他一点也不严肃，甚至有点古怪。他幽默洒脱，最喜欢和苏东坡斗嘴开玩笑，但他们俩又彼此真心欣赏。他们住的地方隔着一条江，苏东坡在江这边，佛印在江对岸的金山寺里。有一天阳光温暖地照在江面上，苏东坡呢，在家里打坐。他盘腿坐下，闭上眼，调整呼吸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呼气，呼吸越来越慢，越来越长。他感觉自己的心像一片没有波纹的湖水，又平又静。他觉得世间所有的烦恼、喧闹都跟他没有关系了。这种感觉太棒了。他越想越得意，忍不住拿起笔，写了一首诗，来赞叹这种感觉。起手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咱们重点说这2句。他说端坐紫金莲，就是说我就像佛祖一样，安安稳稳地坐在紫金莲上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都影响不了我。
为什么能这么稳呢？因为他说他八风吹不动。这里要讲一个词，就是这个八风。什么是八风？在东方哲学里，这个风指的不是自然界的风，而是最容易搅乱我们内心的8种东西：别人的夸奖、责骂、诽谤、吹捧、得到、失去、痛苦、快乐。这首诗的意思用大白话讲就是，别人怎么对我，夸也好，骂也好，我现在全都不在乎了，我太厉害了。写完诗，苏东坡左看右看，满意的不得了。但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欣赏还不够，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，要让他的好朋友佛印也看看。他叫来书童，说：“你坐船过江，把这首诗送给金山寺的佛印禅师。”书童拿着诗，划着小船过江去了。苏东坡呢，就在家里等。他想象着佛印看到诗的样子，肯定是连连点头，拍手叫好。他等啊等，等的脖子都长了。书童终于回来了。苏东坡一把接过信，迫不及待地打开。他已经准备好了，要听佛印的夸奖了。可是信纸上没有夸奖，没有赞叹，只有2个大字：放屁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什么？苏东坡一看，气坏了，他一拍桌子：“好你个佛印，走！”苏东坡气冲冲地坐上船，渡过那条江，直奔金山寺。船靠岸了，他快步走到金山寺门口。奇怪，寺门关着，佛印不在，但在门上贴着一张纸。苏东坡走近一看呐，上面写着2行字：八风吹不动，一屁过江来。苏东坡一下子愣住了，然后噗嗤一声笑了出来。他全明白了，自己才刚刚吹牛，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影响他的情绪，他已经八风吹不动了。结果呢，人家佛印只用了2个字，就像一阵风一样，轻轻松松就把他从江对岸给吹了过来。佛印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：老苏啊，真正的平静不是你坐在屋里想象自己什么都不在乎，而是当这句难听的话真的打在你脸上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还能保持平静？生活里的风每天都在吹。今天你被哪阵风吹过江了吗？好了，
咱们下个故事见，拜拜。